大家好，在上一次的影片裡面，我們介紹了使用 QATT 的方法來查詢外部資料。雖然 QATT 的這個方法可以說是比較簡單的，但是其實是比較沒有彈性的，因為必須事先把需要使用的資料檔輸入在選項設定裡面。今天要介紹使用的一個方法，雖然比較複雜，但是卻是彈性比較好的一個做法。我們會使用 DataView.js 來讀取 CSV 的資料檔，然後透過這一些 CSV 的資料，再來使用 Charts 外掛，用 Charts 外掛來產生出統計圖表。在畫面上面看到的就是這個統計圖表的一個範例，它一樣是使用上一次 QATT 使用的外部的 CSV 檔，也就是 visitplaces.md。透過這個外部的 CSV 檔案，就可以使用 DataView.js 讀取外部檔案的方法來讀取它了。DataView.js 跟檔案相關的函數有下面這幾個。第一個就是使用 dv.io.csv 指定好一個檔名給它，它就會去把這個 CSV 檔案給讀取進來，然後把檔案的內容儲存到等號左邊的變數裡面。另外一個方法是用 io.load， 它一樣會讀外部的檔案，格式呢就是不限定是 CSV， 只要是任何的文字檔它都能夠讀取進來。第三個是把相对路徑的鏈接轉換成絕對路徑，那是一個公用的一個函數。那下面我們就直接來看 DataView.js 的這一支程式應該要怎麼來撰寫。這次程式其實非常簡單，首先使用 dv.io.csv 指定好要把外部的檔案給讀取進來。這個檔案我已經把副檔名改成.csv 了。讀取進來的資料就會儲存在 data 這個變數裡面。那到時候我們就使用這個 line chart。這個 line chart 我們在前面的影片裡面也已經有介紹過了。如果大家對這個 line chart 還不是那麼清楚的話，可以再去看一下前面的影片。基本上就是我們在這邊指定好我的圖表的格式是柱狀圖，然後我的標籤是使用 data.country.values 這一個陣列的內容，然後資料呢是使用 visit.days 的圖形，這個柱狀的數值是取 visit.days， 然後後面再指定好一些顏色。基本上就是只要這樣子做處理，這個圖形就可以產生出來了。它在執行的時候就會產生出這樣子的統計圖表，可以說是非常簡單。另外，這個 charts JavaScript 在產生的時候竟然沒有辦法使用寬度參數，因此我這個寬度沒有辦法來做控制。最後解決的方法就是直接透過 CSS 片段來讓它產生出寬度是一半的大小，要不然它會占滿了整個 Obsidian 的內容。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使用 Stylist 這一個外掛。我來打開我的測試的檔案，在這個檔案裡面，我就是直接把這個檔案給顯示出來。可以看到，它其實占的寬度只有這個螢幕的大概一半的位置。那這個是因為我在檔案裡面使用了 Stylist 外掛。我們來看一下 Stylist 外掛它的內容。先進入編輯狀態，然後進到這個編輯狀態以後，來看一下內容。在這個地方，我們把統計圖表它的使用的樣式指定了它的寬度是500個 pixel。到時候它在顯示的時候，就會透過這個設定顯示成是500 pixel。但是目前你看到它並沒有做這樣子的呈現，這是因為 Stylist 必須在閱讀模式才有辦法生效，因此我們就先進入閱讀模式。進入閱讀模式以後，你可以看到這個圖形的寬度就變少了。我們可以再來做一下示範。現在已經進入了原始碼的編輯狀態。那假設我把它改成50，然後用百分比的方法來呈現它，再進入閱讀模式，這個就是50%的大小。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直接使用 CSS 片段，也可以來達成這樣的效果，但是就會變成不是只有這個筆記才生效。使用到了這個類別的所有的筆記呢，都會使用你設定的這個新的樣式來呈現。這個就是今天介紹的使用 DataView.js 來讀取 CSV 檔案，並且跟 Charts 做整合，來繪製出統計圖表的一個做法。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技巧對你在使用 Obsidian 上有幫助的話，請各位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謝謝各位。